今天多亏小姨帮忙了，有时间吗？我请你吃个饭。不用了，我帮你也是有我自己的想法，你尽快帮我发寻人启事吧，我想快点找到我哥。好，那我这就回去安排。对了，小易，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沙雕大队啊？我们也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。加入你们沙雕大队以后再说吧，先帮我找到我哥，再见。好小子，够脾气，对我胃口，有这么一身本事，迟早有一天我要让你为我们沙雕大队效力。妈妈，这个人好可怜啊，是个瞎子，我给他1点零花钱吧。小江啊，妈妈告诉你啊，你别看这些人在地上乞讨，背地里不知道多有钱呢，有手有脚的不去工作，反而在这里要饭。我呸，也不嫌害臊，跟我回家，真晦气。可是妈妈，他没有眼睛，应该不是骗子吧？我看他好可怜哦。你这孩子咋不听话呢？赶紧跟我回去，要做饭了，不然一会你爸回来又要说我懒了。大叔，我就几块钱零花钱都送给你了，你去买点吃的吧。再见。谢谢你啊，小朋友。叔叔再见，你会好起来的。呵呵，会好起来吗？如今我这副尊容，又有什么面目去见那些故人？又有什么资格面对那些曾经喜欢我的道友们？我甚至连这里是什么地方都不知道。如今的我只是一个毫无用处的瞎子。爸爸妈妈、表妹、小塔，我好想你们。可是这辈子我们恐怕都再也见不到了。你们要好好活下去，永远不要来找我。查到相关资料了，只是资料显示你哥现在不在沙雕镇。不在沙雕镇，那在什么地方？消息可靠吗？我们通过道路监控查到部分相关资料。1个月之前，你哥哥曾经坐车去过大王村，后来又回到了市里。监控拍摄到的画面是和一家影视公司的老板在一起。然而当我去调查这家影视公司的时候，发现这家影视公司已经套现注销了，而公司法人和高管早在半个多月之前失踪了。刚才通过我们沙雕系统的大数据和航旅的记录又详细查了一下，他们去了云雕省，所以我怀疑你哥哥会不会也去了云雕省呢？子枫呢？查到没有？没有，我们在记录上查到了一个很随意的名字，叫子德华，不知道是不是他。但不管这个子德华是不是他，都要去一趟云雕省。因为影视公司的人是和你哥哥接触过，应该知道你哥哥的下落。不过我就不能陪你过去了，因为你的身份问题很敏感。这样吧，我给你安排一个我们局子里的同事陪你一起过去，遇到麻烦的时候，一来能帮你澄清身份，二来呢还能帮你一些小忙，你觉得怎样？好，我去云雕省，为什么这么帮我？第一，我和你哥是朋友；第二，我希望你这样的人才能够加入我们沙雕大队；第三，你是修真者，我想跟你学习御剑飞行。没想到你这个人除了好色之外，还有点胆略。行，等我找到我哥，我答应加入你们沙雕大队，但我只在危机关头出手，其他事情你们自己处理。而御剑飞行这种事情不是简单就能练成的。首先你摆脱不了地心引力，其次你已经不是纯阳之体，你就别想了。哎，那就太遗憾了，早知道我小时候不去玉米地就好了。行了，那啥，我现在就安排同事过去和你对接。哥，你可千万别有事，一定要等着我去救你。老爸也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，我和老妈约好了，1个月之后在南极冰墙打开空间壁垒，千万不要功亏一篑。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我在看你是不是和老大说的一样神奇。神奇？有什么好神奇的？我也跟你一样，2个眼睛1个嘴巴呀，没什么好神奇的。小一哥，你就别谦虚了。老大说你本事大得很，那么棘手的案子你都能搞定，看来你真的很有天赋。有事说事，没事睡觉，不要打扰我。嘿嘿，就知道瞒不过小一哥，我就跟你说实话吧。前段时间我表弟找我聊天，他说老家最近发生了一件怪事，一个老头都死了，都下葬埋地下了，又死而复生活了过来，闹整的村子里现在人心惶惶，当地怕影响不好，也就没有宣扬出去。村民们一共筹了10万块钱，正在私底下找师傅处理呢。正好这几天听刘队说了你的事情，刚好老家就是云岛省的，所以我就自告奋勇带你去，看看能不能帮得上什么忙。当然，我也有自己的小心思，想让小一哥您帮忙去村子里看看。虽然这件事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，但毕竟也是我的老家，我也担心他们遇到骗子。不过这还得看小一哥你自己的意愿。死而复生有点意思，到了再说吧，我现在要睡一会儿。表哥已经安排档案那边的同事在核查了，如果真的在这边，那么很快便会有消息。好，这件事情非常重要，不仅涉及到巨额资产转移，可能还涉及到非法拘禁和谋杀，所以上面派我和同事过来调查这件事，多多配合。好，我们这里绝对配合。一共2件事，第一件事是调查可疑人员，第2件事就是村子里发生的事情。表哥，村子里的事情现在全部压下来了，这里不方便说。行，那我和小易在休息室等你下班。好的，你们先过去，我把手头上的事情忙完。表哥，还有这位小易兄弟，这个下葬又复活的老头呢，叫做保国，也是白沙村的村民。据说他死而复生是因为嘴巴里面多了一颗珠子，很多村民都见过，到了晚上就发光，很稀奇。
就像叶明珠一样，事情的经过很离奇。这本来人死了是要火化的，但是村子里的习俗是停尸3天。当第3天准备将老头从棺材里面搬下来的时候，人却不见了。第2天还是他儿子发现的，说什么他死去的爹站在门口跟他说这话呢。于是这事就传开了。为了不引起恐慌，上面就安排人找到这老头家，殡仪馆车都过去了，但愣是没找到人，于是就只能跟村民们说，见到了就立刻通知。但每次殡仪馆车过去之后，他就跑了。加上这件事比较玄乎，也没对外传。当然，这些事情我也是听二大爷说的，于是我那天晚上就打电话跟表哥你说了。没想到你们动作还挺快啊。这么巧吗？1个多月前死是因为叶明珠而复活，子枫和影视公司的人恰好来到云雕省，莫非也是为了这颗珠子？不行，太乱了，太乱了，总感觉有一些蛛丝马迹，但是仔细思考下来却又没有头绪。算了，跟他们去白沙村看看吧。大军小军，讨论这些事情没有实际用处，我这个人比较直接，我们直接去白沙村，当面问问村民这件事。我隐隐感觉那里有一些我哥的线索。表哥啊，上面让我配合你们行动，只是具体安排听小易同志的吗？对，听小易同志的。傻孩子，当然听他的了。首先，人家本事大，如果能搞定这件事，咱能捞一笔功劳；如果搞不定，那也不怪咱的事情。好，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过去吧。车只能开到这里了，前面山路太难走了。幸好天气不错，咱们步行进村吧。小易同志，你怎么计划的？没什么计划，走一步看一步。你们2个都是本地人，肯定村子里也比较熟，先找个落脚的地方吧。剩下来的事情，先在村子里打听打听再说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只是村里条件不好，小易同志别嫌弃。怎么会呢？我又不是来度假的。走吧。这不是镇子上的警察吗？来村里干什么？还有这个穿条纹衣服的人，怎么跟之前大人带回来的那个人一样？小子，当初若不是你一念之差，放走了那个流量，想必如今我早已突破大魔之境。我看你也略懂玄术，所以才再3给你机会。你不要脸不要脸！我最后再问一次，你替不替我做事？你这个魔鬼！我和刘亮只是私人恩怨，我抓住他也是为了让刘远跟我道歉而已，而你却要搅乱整个道门，你杀了我吧！哈哈哈！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我要死了吗？好后悔呀！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恶魔呀？刘亮，我也不想伤害你我也没有什么大仇大怨，要怪就只能怪你爹当年太欺负人了。哼，只要你向我道歉，给我磕头，我就放了你，怎么样？算了，你好好想想吧。我终于成了20多年，赶紧走，快跑，快跑！哎呀，子枫大人，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妈的，快跑啊，不然来不及了！你我本为一体，说起来，我脱体而出，也算是救了你一命。否则这军魂锁链也能把你给吸干，没想到最后却便宜了我，哈哈哈，那就全部给我吧。我被夺舍了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不行，今日就算拼着一死，我也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刘亮，快醒醒，快醒醒！来人呐，李峰，滚过来！大人，您刚才不是让我们快跑吗？这现在又让我们过去啊？别废话，赶紧带他走，带他去云雕省，那里有阴阳功德珠的消息，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那枚珠子，快去！哼，阴阳功德珠乃是刘氏一门的法宝，上一枚功德珠肯定被刘远弄丢了，否则如此天才地宝又怎会应运而生？若是能得到这颗珠子，想必我定然能够压制体内的这头巨魔。马德白白消耗了60年道行。哼，阴阳功德珠，没想到还有这种东西，那就放长线钓大鱼吧。等珠子到手，再将你们一网打尽不迟。哎，大军小军啊，你们问保国干什么？马德这个人活着不干好事，死了还霍霍乡亲们，不知道这狗东西跑哪去了。别问，问就是晦气。为啥不能说啊？咱们可是从小长到大的好哥们啊！大军哥，你是不知道，大家都在传这保国是挖坟遭了报应，所以才落得死后不得安生。对了，你们这次回来是解决保国这件事的吗？是的，事关机密，就不和你多说了。我们现在要去保国家看看，晚上一起吃饭。
哎呀，那不用麻烦，你们现在是公职人员，办案要紧，趁早把这个保国逮起来给火化了，太尼玛吓人了，搞得大家现在晚上都不敢出门摘玉米。哎，你怎么江流儿一样，老是惦记着那片玉米地啊？你不单纯。好，那咱们回头聊。你们3个是什么人？我爹已经死了，你们找他有什么事？你好，有点事情想和你商量商量，方不方便去你家谈一下？不方便，你们走吧，我什么都不想说。你这小孩怎么嫩犟呢？我们是警察，是来帮你的。我不需要你们来帮我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来干什么。哦，那你说我们是来干什么的？哼，为了我爹的那颗珠子。这个小孩说话老成，看来直接问他问题，他肯定不会说的。我得想办法。有了，小朋友，你错了，我们都是警察，并不是强盗，更不是坏人，所以不会要你的珠子。我们只是想来调查一下你爹死而复生的真相。你也不想看到你爹受苦吧？人死之后就应该入土为安。听你说话，你也是一个懂事的孩子，所以这1000块钱算我们救济你的。看来你们还真的是好人。那是当然了，现在能跟我们聊一聊你爹的事情了吧？好，那你们跟我去后山吧，咱们边走边说。我要把我爹埋起来。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为什么你又要把你爹埋起来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一会儿再跟你们说。其实这一切的事情说来话长。奇怪，为什么我看不透那颗珠子？莫非真的另有玄机？我母亲去世的早，父亲为生活所迫，跟人盗墓去了，我就一直在乡亲们的救济下活着。对我而言，吃饱饭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了。如你们所见，我现在已经13岁了，再过几年，我可能就会给人打工、干农活等等，顺着这条轨迹走下去。但是这一切都被我父亲的贸然归来打破了。那是一个雷雨交加的晚上。快开门！小丫，快开门！这是谁呀？大晚上来敲门，还知道我名字？难道是白天偷的玉米被人发现了？你是爸爸？你怎么回来了？小丫，爸这次回来之后就不走了，爸找到了一个宝贝，以后啊，你就不用再过苦日子了。来，进屋。小丫，家里有啥吃的没？早点给老爸垫垫肚子。有几颗玉米，我白天摘得，不过是生的。生的熟的不要紧，你去拿给我吧。吃饱了真舒服啊。老爸，这个珠子是什么东西啊？怎么金黄金黄的，还挺好看的。小丫，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应该是夜明珠吧。总之有了这个东西，你这辈子算是有着落了，再也不用像爹一样让人瞧不起了。明天爸还有事，你把珠子收起来，藏好，然后就去睡觉吧。好吧，爸爸，你这次真的不会再出去了吗？哎，小丫呀，爸爸也想多陪陪你啊，赶紧把珠子藏起来，然后睡觉去吧。好，那爸爸你也早点睡。其实我见到爸爸当时的内心很复杂，因为他从小就没有在我的身边，所以也没有过多的情感交流。我将父亲给我的珠子收起来之后就去睡觉了。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发现父亲还坐在夜里吃玉米的椅子上，闭着眼睛一动不动。一动不动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他死了，旁边还留下了一封信，我不认识字，还是找隔壁的叔叔念给我听的。亲爱的儿子，我是你的爸爸。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死了。你猜的不错，这是一封遗书。接下来我要交代你几件事，你一定要按照我说的做，千万不能出错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孩子，你爹死了，我去找村里人帮忙。哎，死了，爸爸死了。可昨天晚上爸爸还在跟我说话呀。我想问一下，你爹的遗书上写了什么？我爹说，在他死后一定要将他的棺材竖着葬，并且用5根桃木桩分别钉入他的四肢和心脏，葬在山的最高处。当时村里人看了这封遗书之后，都觉得这么做对尸体很不友好，而且还有可能会永不超生。我也不明白为什么父亲要如此作践自己的尸体，于是就在村民们的帮助下将他草草下葬了。这用桃木装订在尸体的四肢和心脏部位，怎么感觉和林正英老师拍的僵尸电影很相似啊？我去，是的，林正英拍的僵尸片里面
为了避免僵尸为祸，就是搞这种仪式。可这不是电影里面的吗？我明白了，你爹之所以给你留下遗书，让你将他的四肢和心脏钉上木桩，肯定是担心自己会变成僵尸。那么，为什么你爹会担心自己变成僵尸呢？或许是盗墓的过程中感染了尸毒，但为什么你爹成为僵尸之后还能够保持部分人类的意识，而没有对村民们打开杀戒？可能就是这颗珠子的原因。看来这颗珠子果然是一件宝贝。再结合你爹说的，有了这颗珠子之后，你的下半辈子便可以衣食无忧。既然这样，小丫，你开个价，这颗珠子我买了，顺便我再将你爹给超度了。毕竟人死之后，入土为安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如今你将它放在这山洞之中，时间一长也不是办法。小丫，一下如何？你们要买珠子吗？行，可以卖给你们。我也不知道这珠子有什么用，但是必须要先将我爹给超度了。我不想再看到他受苦了，死了也不得安生。好，我答应你，现在就给你爹超度。大军、小军，你们和小丫去旁边，站得远一些，离得太近了，我施展不开。阳明之精，神为藏人，收摄阴类，遁隐人形，灵符一道，摄宅无忌，凡有违逆，天兵上行，阴山伟力，出入幽冥，未无传奏，不得留停。我去，这珠子竟然能吸收阴山之力，果真是个宝贝。看来我要加大马力。这颗珠子果然不同凡响，其中居然蕴含天地阴阳功德之力。不仅修行之人可以凭借此物一日千里，就算是个普通人，沾染了这份功德气息，也能百病全消，延年益寿。好东西！我去，大哥哥，你怎么给我爹的棺材板都给干没了？你把它超度到哪里去了？啊，就是超度了，应该是去地府了吧？我用的是阴山的接引之力。至于棺材板为什么干没了，是因为棺材板质量比较差，所以在遇到至纯至阴的力量之后，就化为飞灰了。这感情好啊，直接物理超度了，都省得拉到火葬场了，这件事也就能结案了。小易哥，那么接下来我们便开始着手调查你哥哥的事情了。你有头绪吗？暂时没有什么头绪，但是我感觉继续在这里待一段时间，应该会有所发现吧。小丫，你介不介意我们住在你家？当然，我们也会付给你相应的报酬。而至于刚才和你说的这颗珠子的价格，你说个价吧。这颗珠子我要了。我也不知道这颗珠子能卖多少钱。我本来想把它和我爹埋在一起的，但是现在我爹被你超度了，那这颗珠子就送给你吧。不，你错了，小丫，我怎么能平白无故的要你的东西呢？我们是警察过来查案，帮你处理你爹的事情是本职工作，怎么能用珠子作为报酬呢？我之所以想要你这颗珠子，其实是因为我哥哥失踪了。我能感应到这颗珠子和他的因果，或许可以凭借着这颗珠子找到他，所以我才让你卖给我。这样吧，我给你说个价格吧，50万可以吗？我去，50万，这颗珠子这么值钱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当然值钱了，因为这颗珠子是阴阳功德珠，活死人肉白骨无所不能。动物用之可以开灵智化真形，普通人用之则可以开灵根修术法，而对于修行者而言，则可以顿悟破除心魔，吸收上面的功德之力，更是可以浮生无量，位列仙班。你是什么人？怎么会到这里来？呵，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想要那颗珠子。朋友们，开个价吧。此人身上为何会有我刘家的功法气息？莫非他就是子枫？好啊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但这里人多，要是动手的话，肯定会伤及无辜。有了，这位道长好，我们是警察，在这边查案。听你这么说，看来这颗珠子价格不菲啊。不过这颗珠子已经被我买下了，如果要的话，你只能向我买了。无妨，你开个价吧。这样吧，大军、小军，你们带小丫先回村里，我和这位道长商讨一下具体价格，完了就回去找你们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，你自己当心点。这位道长，在交易这颗珠子之前，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，还希望你不要骗我。你问吧。你知道子枫道长这个人吗？知道，如你所见，我就是子枫，子枫就是我，你找我有事啊？道长啊，出家人不说妄语，你既然是子枫，那你为何浑身充满刘家功法的气息？你和刘亮又是什么关系？小子，我劝你还是别问太多，今日本座高兴，不想为难你。刚才你将那几个人赶走，我已经网开一面了，识相的，你还是赶紧将珠子拿来，咱们萍水相逢，以后也不会再见。你要是知道的太多了，恐怕对你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。哼，不是一件好事，你倒是说说，怎么不是一件好事？表哥，我们要不要在这里等小易同志啊？不等了，咱们直接去小丫家里。刚才小易给我甩了好几个眼神，是怕我们在那里拖累他，赶紧走，然后打电话申请支援。
你是什么人？你不能杀我，你杀了我，流量也会死。你说什么？杀了你，我哥也会死？你只有一次解释的机会，否则我便要你灰飞烟灭。流量是你哥哥，原来你也是刘远的儿子，哈哈哈哈！不错，如果你杀了我，你哥立刻便会死去，因为我就是你哥的地魂。人有三魂，天地人，天魂乃血脉传承之所在，地魂乃因果之所在，人魂乃灵智之所在。我就是你哥的因果，准确的来说，应该是刘远的因果。我不管你什么因果不因果的，这方世界的因果和我没有关系。说，我哥在哪里？你哥在火车站要饭啊！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我苦心算计，到头来却便宜了你。莫非我江海参真乃天绝之人？什么狗屁天绝地绝！你就别在这里装惨卖可怜了。你和我哥既然是一体，然而你却脱体而出，此番杀劫造成的伤亡，又何尝不是天道偿还你昔日之因果？如今我要以阴山之力将你这一缕地魂提纯抵挡，你可愿再入轮回？我还能选择吗？不能。是。记忆抹除。行行好啊，给2块钱买馒头吃啊，好人一生平安。没钱，但我这里有一颗野果，你要不要吃？野果？吃啊，给我就吃，我已经饿3顿了。好，你吃吧，我看着你吃。我恢复了，我能看得见了。是啊，哥，你能看得见了，而且经历此番劫难，你的功力还会更上一筹。刚才给你吃的乃是天地至宝阴阳混沌珠。多谢仁兄救我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报答什么呀？你是我亲哥哥，我爸是刘远，咱们俩是同胞亲兄弟。亲兄弟？难道你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？我是从南极穿越过来的。爸爸通过流光术发现你被子枫抓到了，于是就过来救你，但不知道他跑哪去了。妈妈担心你，于是便将阴山之雨给我用了，并且打开空间壁垒，让我过来救你。虽然中间经历了很多波折，但好歹也算是找到你了。走吧，哥，咱们先回去再说。好，先回去再说。哼，子枫，还有影视公司的那几个家伙，我一定要让他们受到该有的惩罚。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之前发的是上半集视频和今天发的下半集，但是很多小伙伴可能看得不过瘾，那么我就将它们重新合起来再发一遍，这样大家看起来就会更连贯一些，也就更加容易理解我们的剧情了。后面的内容呢，沙雕小道士正在紧锣密鼓的制作当中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福生无量天尊。